Hello，各位老师们，晚上好。嗯嗯 我开一下镜像。好的，来，今天咱们来学新架的后边的动作。然后呢，咱们上一节课的重点是不是给大家说了，新架最难的点在哪里？在于画圈儿，在于绕圈儿，对不对？所以说上一节课呢，咱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在练习新架的时候把这个圈儿画好，如何让这个圈儿在身体的这个各个部位呢显得更加的流畅，让你的劲力做得更加的通达，对不对？所以说上一节课呢，就是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新架的最简单的，就是最基础的一种小劲儿的运劲方式和运劲流程，是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再继续的开始学习以这种新架的这些动作为这些前面咱们说的基础，来用它慢慢的逐渐来进行咱们动作肢体上的带入。所以说咱们练习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方法，把方法基本功掌握好之后，咱们再去练习后面的动作，会相对来说容易的更多，对不对？所以说，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上了这个发力了，就上了发力了。然后这个 Pretty Rose 这个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联系一下这个群里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管理人员，然后他会给咱们说如何进的。好，那么咱们来继续，今天呢学的是斑斓肘，然后斑斓肘、月步护心拳、白额亮翅，还有斜形以及傻腰压肘拳。杀腰压肘拳。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个动作呢，它是以发力为主的，5个小发力，然后给5个大发力，还不是小发力，5个大发力。所以说今天的任务量比较艰巨，而且动作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比较高。那么咱们慢慢来，一点一点把动作给大家剖析清楚。咱们一遇到发力，先不要着急去用力的去往外去打劲儿，先逐渐的把这个动作的这个标准程度给它弄上去以后，咱们再去把这个难度再去把力量发出去。所以说慢慢来，循序渐进。好，伸起手，松坐胯。这个地方呢，咱们要强调一个点，新架的动作里面有很多，尤其是咱们陈正雷老师体系的，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新架所有的这些小劲儿、这些腰当旋转的动作全都带入到所有的动作里面，而是有些动作这种小的这种尽力的旋转，有的去掉了。但是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些动作可以去，也可以保留，也可以在你的身上去体现出来。那么在这儿呢，教给大家的是体现在身上的一个现象。好，当你的左手为掌，右手为勾手的时候，单边。好，松左胯，身体微向左转。这个时候你看，领手腕向左去走小圆，当走微后弧，顺势松右胯。这个时候松右胯的时候，重心右移，双手走下弧线，顺势握在自己的腰间，顺势握在自己的腰间。好，连起来看一下，看好，运用腰当胯的左右开合来让自己的身体发生旋转。然后开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总会有一开一合这样的一个阴阳之间的一个关系，对不对？那么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阴阳关系来让自己的手腕，走成力远，或者是力远，对不对？上一节课给大家讲了，是吧？那么咱们第一个动作是双手走完力圆之后，合于身体左侧握拳，藏至腰间，然后再去往上去走动作。所以说，咱们第一个动作看好，松左胯，身体微领。
这个地方咱们要结合老家一路里面所说的欲左先右，欲左先右，所以说细节特别多，尤其是新架里面，细节只要记住了，那么咱们的动作都能打出来。所以，单边起手之后，看好，松左胯的同时，一定要把右胯的这个小劲儿给它领出来。欲左先右，腰胯咱们在单边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松胯下沉？那么这个时候左腿7，右腿3，在这个的前提下，微微的领一下自己的右胯，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会迅速的向左去相合，然后你的手就自然形成了一个这样领上弧线的这种小圆圈，对不对？手一定要柔软，肢体一定要放松。所以这个过程看好，微领右胯和左胯，你这个小圆就自然就出来了。右手由勾手顺势变掌，右手找至左手以后，轻轻的外捧，当走后弧，下捋一重心，双拳握至腰间，左拳拳心朝上，右拳拳心朝下。好，这个时候双拳领左逆右顺，然后同时掌拳心朝外。这个过程当中，领手的同时提右膝上，正脚开步，画圆以后，双拳再次藏至腰间，当走后弧一重心，合左胯向左转腰，领左拳绷至左侧，搬揽肘，搬揽肘绷至左侧。那么这个时候右拳左拳合到哪？左拳与右拳形成左上右下的一个姿势，左拳拳心朝上，右拳拳心朝下。你看，大家觉得这个动作好像是不是左手高右手低，对不对？但是你搬篮锤出去以后，你会发现手腕的高度是相同的，所以说这个位置手一定还是相合的，并不是说一个手打在上面，一个手打在下面，而是手腕形成了一个相合，还是在你的肋间，大概自己数一数，第3根到第4根肋骨的这个之间的这个位置，所以说打出来以后，你看腕部相合，但是拳心是一上一下的，给人形成了一种视觉差，好像我左手在上，右手在下，但实际上腕部是相合的，腕部是相合的。然后打完左侧以后，好，顺势左逆右顺，然后双拳继续拳心朝前，同时移动重心提左腿领上去，然后正脚，好，开步，又是一个左拳心朝下，右拳心朝上，当走后弧一重心，合胯转腰，搬揽肘。这边也是一样，看收回来以后，你会发现，都是手腕都能相合在一起，但是拳头还是看着是一上一下的动作。所以这里大家能不能听明白？是不是比较简单？声音太乱了，老师们，就是我说话声音有听不到吗？或者是很难受的感觉，有没有？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我说话的声音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Hello，老师们，老师们在不在？正常，好的。那好，当我们下沉的时候，记住，右胯与左胯都是松合下沉的，对不对？那么左腿7分力，右腿3分力，这个时候你的右腿是可以以腰当领劲儿，把自己的右腿的蹬劲儿稍微走出来一点。那么过程里边你可以勾手，先走右胯和左胯将圆领出来，左手找右手找左手合下去，领手提膝，正脚开步，右藏至腰间，当走后弧，合胯转腰，绷拳。好，再来一次，双拳拳心朝外，领手领脚，正脚开步，右藏至腰间，合右胯向右侧绷拳。虽然这个动作的名字叫做搬揽肘，但是它的力点还是有回音，有回音是咱们这个场馆比较大。然后这个力点还是在往身体的右侧拳头上去走的，不能完全光走到肘上。好，来动作上从侧面看一下，先再从正面看一遍，走，好，走，领右胯1、2、3、4、5，1、2、3，动作上先做对，然后再慢慢去发力。
那么左右搬揽肘的力道从哪来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慢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小发力，当做后弧移重心，翻胯转腰，腰身向左转，找的是向左向外的一个绷弹劲儿，把劲力通过你的身体的放松，像两个手甩鞭子一样，把这个手给它向外崩甩出去，崩甩出去。那这是一种理解。那还有一种理解，有的老师说，你感觉像铲一盆土，把这个土给它泼在后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咱的理解就会更倾向于往肩上走。大家想想，你以前在家，不是说你以前啊，就是有时候咱们以前在家干农活的时候，铲完土以后，啪往外泼土，是不是在旋转的过程当中，肩肘手依次的把这个土给它捧出去，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在练的时候可能会把自己的劲儿想象成一种蛮劲儿，因为铲土嘛，一铲一转，一铲一转，你的胳膊都是比较硬的。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不要完完全全把它想象成铲土，因为这个劲儿，如果光想铲土的话，它会很硬。你要把自己的手想象成像两个鞭子一样甩出去，在甩出去的这一瞬间，给它定在一起，才能形成这种像鞭子一样抽打出来的这种感觉，像鞭子抽打出来的一样这种感觉。好，换个方向看一下，侧面，好，单边，记住这个时候咱们的腰胯是松沉的，走领右胯走，右手找左手，下沉，当走后弧，合至腰间，起，正脚开步，看好，蓄好力，蓄到右胯上，移动重心，唰，翻胯外蓬，然后再起，正脚开步，移重心，唰，看到没有？这个腰胯，注意腰胯的运转，就出来了。好，来背面再看一下。走，好，领，下沉，蓄好力，起，正脚开，移重心，起，正脚开，看腰胯的翻转，打到你的两个拳头上。虽然动作的名字叫做搬揽肘，但是它还是在以这个手拳头的这个末梢为力点，拳眼为力点的发力的末端。所以在这里大家从发力的这个动作上先弄清楚力量是怎么贯穿出来的。好，那么咱们下面去讲这个动作的细节。动作的细节呢，它是一个发力的动作。那发力的动作细节在哪里呢？在于腰裆的一个旋转，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腰裆旋转的这个力发出来，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咱们要注意几下的几个发力的核心。咱们当时讲连手拱拳翻胯旋转，是不是往前头去发力，对不对？注重的力点是往左去旋转发右拳。那么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你的力不要再从你的中线这个位置，你看延手拱拳是这样，沿着中线顺着这儿直接往上走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把你的力放长，比如蓄在右腿，移动重心，不要再将力点顺着右手往前去出了，而是顺着你的拳头，以这样节节贯穿的方式螺旋上到你的这种斜对角相合的一种发力的方向。所以你在发力的时候，怎样去快速找到发力的力感？眼神，因为咱们之前讲过了，太极拳讲究阴阳相合，对不对？你能看到的面都是阳面，那么阳面一般也代表着力量发出去的那个面，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眼神的引领更好的能让你的力点发到你的拳头的梢节，但是不要盯着拳头去看，这样容易把劲儿憋在肘上或者憋在肩上。顺着远处去看，当走后弧移重心，远处你这个拳头会瞬间的很自然的给它崩弹出去。所以这个地方要学会对角的这样的一种旋转发力。铲土是一种解释，那么把你的两个手想象成一个鞭子，怎么样才能把鞭子打出来？看到没有？力从这儿起，力从地起，行于腿，主宰于腰，发于四梢，这就抡的带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力这样子出来，你才能找到搬揽锤的力。然后将这个动作作为，如果说想快速出来这个力，在我们学习好这个细节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
既然会这个发力的方法和细节了，哎，翻胯转腰啊，往左去进行一个搬篮肘。那么过程里面一定要先慢，一定要先慢，然后逐渐找到这种松，很放松的感觉，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往上加力，然后加到最后形成了动作运行的模式和习惯，然后再去放松，再去发力。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更舒服了，知道吧？更舒服了。所以这个是搬篮肘的这个动作。那么搬篮肘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稍等一下啊。好了，来了。有啊，怎么没有声音？老师，你刷新一下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界面就有声音了。怎么样，老师们？这个动作应该讲的比较细致了吧？一般发力的这个动作，它的动作结构相对来说没有像一路当中的运转那么多，小劲儿那么多，圆化的那么多，所以说更好理解一点。所以新加二路当中不要把它想成那么难，它运用的小劲儿的地方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我太多小劲儿了，我练不成，没有。所以很多也是这种啊大非常大圈很大的一种劲力。好，那么这个是搬篮锤，搬篮锤之后还有两个小动作，然后结束之后才是咱们的跃步护心拳。好，打完搬篮锤之后，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了，它有一个左拳与右拳的一个向下砸沉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儿呢，很多地方大部分的老师会学成什么样？就是踏，光动胳膊，所以这个地方就要给大家去详细的讲解一下，怎么时断时续，经常暂停。稍等一下，老师，可能你那边网不好，或者是我这边网不好，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我这边网络显示的是流畅啊。老师，你把你那个网断一下再连上试试，应该就没有啥问题了。啊，我也调整方向，哎，我也调整方向，可能是我这边网络的有点问题。最近好像我们这儿网络就不太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卡吧，哎，不好意思。那应该是，那到时候如果说大家看回放的话，肯定就不会卡了，因为这个是录制的，所以说就不卡。看看，现在良好了，从不这样是吧？我也这么觉得，就最近网好像有点问题。好，来，那么好，老师们，我们继续，哎，不能停着，不能停在这儿。好，那么来，我们打完这个左右的搬篮肘之后，它并没有完全的打完，搬篮肘之后以后还有一个左拳右拳的依次的下落下沉，这个地方呢，很多老师会做错，做成什么样呢？做成这个1、2，光去砸拳，而且身体的下沉和这个砸拳是一起的，哒，这样去做下去了。所以这个动作光这样做也是不准确的。我们怎么样去下砸这个拳？从侧面看，大家最能看清楚了。看哈，当打完这个右侧的搬篮肘的时候，看哈，松右胯，身体微向左转，松左胯，身体微向右转。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会1、2发生一个这种很细小的旋转，那么这个旋转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腰胯配合好，不然很容易做成这种1、2，把后膝后左膝。所以这个地方虽然简单，也是个小动作，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肢体去单独去运动，也不要光用下沉去单独去运动，要用到身法的旋转。大家想想青龙出水的那个力，蓄力拧裆出拳，对不对？那这个力砸右拳就很像青龙出水的那个拳。那么砸左拳是什么呢？砸左拳看啊，直接松右胯，1、2，力量就出来了。所以说怎么办？所有的力都是从你的腰裆胯里出来的。这个地方的核心，注意看细节，松右胯，身体微向右转，
左拳出，哎，拳背朝下，拳出，右拳出，两个手一定要记住，右拳可没有上领的动作啊。打出去以后，1、2，只是你身体的旋转，右拳还停在这儿没有动，它没有往上去领。很多老师一看这个动作，刷刷，好像感觉是右拳往上领了一下，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视觉的这种效果，视觉小骗局。那么我们怎么做？在下沉的时候，合右胯，沉左胯。那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1、2，右拳并没有往上去领，所以是踏踏这样去做的动作。大家在这种细节上也要去调整，也要去调整，不能把这个动作上完完全全用肢体烧结的动作给它带出来，要用太极拳当中的腰当胯去领这个劲儿。好，那么把这个动作给咱们连起来看一下，从单边，好，走，下沉，好，右手，忘了领那个小圆了，我平常练的时候是不领小圆的，习惯了，走，小圆，下，起，发力，发力，看到了吧？腰胯1、2向下的松沉，连起来会好很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去把腰当胯的这种灵活的运用，给它体现在咱们的身上，不能单独的去用手打，这个明白了吧？好，那么下面一个是一个跳跃的动作，跳跃的动作就到大家难题了。老师，我跳跃的方向应该是啥？跳跃的这个身法应该是啥？好，这个地方，当我们双拳已经砸落下完之后，教大家慢动作，先不跳，双拳由拳变掌，收左脚，双手左逆右顺的去上领，上领的同时提膝，跳右腿，向左转身，左手在下，右手在上，这个手是正好抡圆过来的，然后开步，开完步之后，双手在身前朝着这个方向，咋样才能让大家看到前面呢？从这点看吧，来，双手顺势握拳，落完以后，重心在左腿，在重心回到右腿的一瞬间，左手领手腕与右手形成握拳相合，合住的同时，身法这个地方讲到了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劲儿，但是在新架里面很多。网络怎么回事啊？今天咱们要讲到一个身法当中非常少见的一个劲儿，什么劲儿呢？叫做双震脚。这个地方的双震脚呢，不是咱们想象的那种，就是棒棒这种双震脚，而是同时的双震脚，咱们也叫顿脚、顿步。所以在这个地方，咱们这个地方的手和身法要配合成啥？来，再看一次跳跃的动作。到这儿握完拳以后，变掌，收左步，领双手向上画圆，左逆右顺，身体左转，跳步，左脚先落。好，右脚开步的同时，右手立于身前中线，左手在左膝上方。当走后弧移重心，领左手握拳与右手握拳形成相合，合于身前中线。这个时候身法左转，左转的同时迅速向下沉重心，然后将自己的双脚离开地面，这种的双震脚，两脚同时来，大家再看一下，在下沉的一瞬间，腰胯的迅速下沉，身体迅速向下去降，然后你的身体下沉速度过快，会让你的脚形成一种短暂离开地面的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你看这样的一种形式，感觉看着挺好玩，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腰胯迅速放松的时候，脚随着腰胯的相合产生了离地，然后向下去震脚，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双震脚，断断续续，
为什么还是断断续续呀，老师？不应该啊，我这边一直显示的是良好啊，没有问题啊。我这边显示的是良好，没有断断续续的那个感觉。耳麦嘛，是耳麦的问题。你看了这个画面卡不卡？画面不卡，然后是耳麦的问题，是吧？没卡，声音卡不卡？哦，可能是有的老师的那个手机可能是网卡，可能是网吧。哎呀，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如果说到时候老师你们在看回放的时候，它是不会卡的。看回放的时候它是不会卡的，只有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可能会中间有一些断断续续，是有一点点卡。但是你看回放的时候它是不会卡，明白了吧？所以说老师有的地方如果是真的卡的话，你就稍微的等一等，然后把这个地方记住，在几分钟的时候，然后到看回放的时候再回去看一下就行了。好，那么咱们不耽误，因为动作是5个动作比较多，然后这个动作也比较难。这个地方咱们要讲的这个双正脚的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跳步和双正脚，跃步大家应该都会，但是难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双正脚。有很多老师在跳这个步伐的时候一跳起来，这样去走，那这个时候你就用的不是腰裆相合劲儿了，用的是你的大腿的弹跳力。再让咱们强调一下，不要用你的大腿弹跳，用你的腰裆相合，迅速的把腿收起来，然后让你的身体下落。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腰裆相合和身体的下沉会形成了一种沉劲儿，会形成一种沉劲儿。那么在沉下去的时候，哦，还在看，那怎么回事啊？那今天这个网啊，那是我的问题吗？等一下啊，等一下，老师们，稍等一下，我去把门开开，看看是不是跟关了门有关系。我把门开开，门开开，门开开。好，那我现在已经是离 WiFi 很近的地方了。还卡的话，那真的不是我的原因了，老师们。啊，因为平常咱们都不卡，今天很特殊是吧？好，那么咱们继续讲这个双正脚。通过迅速的松胯来让你的身体下沉，那么这个松胯的过程当中，不要仅仅是简单的往下一沉，而是腰裆相合的同时，让你的身体迅速下降。这个动作它比较难，难点在哪？就是用你的腰裆相合，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胸腰折叠，胸腰折叠，合的同时把2个脚直接合起来，进行的一个这样的顿步发力，然后形成了双正脚的这样的一个步伐。那么这个双正脚不是依次落地的双正脚，而是要震出双响同响的一个声音。走，腰裆迅速相合，身体放松下沉，来将你的双脚产生一个小腾空，然后进行震脚。它不是跳起来这样的一个震脚，所以这个动作就这一个难点。好，那么咱们把动作连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跃步啊，打完以后。跃步的路线，提左膝，左逆右顺的领掌，领膝转身跳步，左脚先落，右脚顺势开步，然后当走后弧右移重心，左手与右手形成握拳相合，合住之后，重心右腿松右胯下沉，在身法向左旋转的同时去发力，将你的右拳向外冲拳，左拳向外砸拳。形成同时的一个动作发力，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合胯下沉，让你的身体形成双正脚。双正脚，你的身体在合胯的时候，脚离地，身体下坠，然后震到地面，形成双正脚。合住之后，走，这样的一种发力方式。发完力之后，重心还搁右腿，还在右腿。好，换个方向给大家看一下。落完以后，唰，重心这个时候左腿，好，握拳移至右腿，迅速相合，蓄力，转腰，松胯下沉，然后迅速的让脚离开地面，同时重心向下走，这样的一种双正脚。右拳是冲拳，由下向上的冲拳，左拳是砸拳，随着身体的旋转，
这个时候就像是，哎，大家在练习拳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过打铁花？打铁花就是一抡，那火星子乱飞的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东西。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非常像旋转的时候把那个铁花甩出去的一种感觉。用你的双手，以你的双手为那个火星，然后以你的身体为那个旋转的轴承，把你的身法迅速的一带，给它散开了。所以你有一个这样的外凿的和一个前冲的。那么这个力量哪里来？腰当胯的旋转，旋转的同时松胯屈膝下沉，啪，成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沉过之后，重心还在右腿，不要变。好，再来一次。从这个地方开始，啪，砸完之后，好，双手变掌收左步，领手提膝，领手提膝，领手提膝的同时翻胯转身，轻轻的先跃步，慢慢把这个动作方向弄明白，开，转过来之后，身体朝向于正前方的左边，左手按掌按于膝盖上方，右手立于身前中线。好，当走后弧移重心，双手顺势握拳，力量蓄在胸前中线，右胯进行向下的放松下沉相合，旋转的同时收胯，啊，把力量发出来，形成这样的双震脚。好，方向再给大家看一下，把这两个动作连起来，走，打完，好，一二，变掌跳，开步，领，啪，发力。好，换个方向再看一下，背后打完，一二，好，变掌提膝，领手开步，走，握拳，蓄好力，发力出来，重心还在右腿。好，慢慢的再给大家去看一下，又卡住了，咋回事啊？咋回事？但是我这儿显示的流畅呀，我以为老师们在提问题。我这儿显示的老师们真的是流畅，真的是流畅，没有上面显示这个网络较差的那个字样，知道吧？好，来，老师们再看一下，打完以后，走，下沉，变掌一，收步，好，二，跳跃转身落脚，三，移动重心，双手相合，好，四，哎呦，掉了，好，再看一次这个背面，再看一下，走，落完之后，下沉，变掌，跃步转身，好，握拳相合，转，哎，这样打出来的一个，一直效果都不好，怎么办呀，老师们呀？这可怎么办呀？效果不好怎么办呀？今天为什么这么事故这么多？今天一天我都不顺，那到晚上直播给大家直播也不顺，哎，你们今天有点水逆吧？好，大家稍微忍耐一下。那到最后大家看回放的时候，它是不卡的，回放它是不卡，一定要记住回放不卡，回放不卡。这个老师真不是耳麦的事儿，耳麦的这个声音，我上次是不是蓝色的？那个蓝色的坏了，然后买的这个白色，两个人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厂家，只是颜色不一样，只是颜色不一样，知道吧？那等下次我再买个蓝色的，再买个蓝色的，想办法给大家再把音质再给它带回来，好不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上次的不卡，那这颜色不一样，可能蓝色比较适合我吧。好，那么咱题外话就说到这儿，来继续。那这个是咱们的跃步护心拳的前一半动作还没打完，还没打完。打完搬篮轴以后，哎，跃步护心拳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的护心拳和咱们平常知道的练习的护心拳它不一样，不一样。等到下次了，我再想办法给大家再弄一个更好一点的耳机，好吧？
啊，今天大家先忍受一下，然后忍受一下后续如果还想再看一遍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回放，回放它是不会卡的。如果说回放里边这个耳麦的声音还很杂很吵，那么我下次就把耳机给换掉，好不好？因为我买这个耳机真的是跟咱的那个蓝色的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厂家的，只是颜色不一样，知道吧？上一次就是因为用了那个耳机，大家说效果很好，然后我不用那个耳机的时候又说回声大，所以说我又买了一个这样的耳机，那个耳机坏掉了，所以说又买了一个这个。好，那么咱们到这个动作以后，来这个地方一定要大家看一下，它跟咱们平常练习的这个呼吸拳不一样了，不一样，它多了一些小缠绕。好，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很多老师说，哎，直接松右胯，直接松右胯，或是身体向右转，以身领手，左拳向中线相合，右拳看好挑腕，这个地方真的要挑腕，挑腕，以身法领旋，你感觉这个地方像拖了一碗水一样，拖了一碗水一样。好，把这个变成掌，想练好这个动作，看我教给大家的一种方法，想让这种拖了一碗水。哎，蓄力握拳，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拖了这碗水给它理解成拿了个拳头，看好，变成拳头，拿拳头拖了一碗水，旋转完之后，看到你再也旋不了的时候，再旋就要挑肩架肘了，对不对？外旋，挑腕以后向外旋转，向外缠绕旋转，旋转的同时，如果旋不动了，再旋都要挑腕了。好，迅速压腕，向外继续翻转。然后你的手腕就会朝外，拳背也会朝外，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多注意一点，这个地方有一个缠绕，很烦人，哎，这个缠绕能给大家绕晕了。就冲完拳以后，好，松右胯，身体微向右转，不要转得很大。有的老师为了追求这个动作的优美，他唰换了个很大的圈，记住，心架里面他要求的圈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大，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大。而是一种小圆，以小圆的方式去进行运转，以小圆的方式进行运转，不要用大圆的方式进行运转，明白吧？所以这个地方咱们的腕怎么拖？看好，松右胯，松右胯，身体微向右转，好，领着右手手腕，好，挑腕，好，转不动了，压腕。这个时候你看你的左拳随着身体蹬左腿回正的时候，哎，拧裆。拧腰悬胯，哎，慢慢的向外去捧，把你的手腕领出来，啊，进行发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冲完拳以后，松右胯，身体微向右转，身体右转会怎么样？领着左手向里相合，对不对？那右转呢？右转会领着右手向外相合。这个时候以腕关节为轴，挑腕内旋，旋不动了，好，压腕再次外旋，然后你的这个拳头正好形成了这种，哎。就是大家看的那种，哎，好像圈很难画的一个动作一样。这个时候，咱们就，哎呦妈耶，没声音了，我真服了。没事，今天给大家就只当让大家拿这节课测验一下。如果说大家看回放还没有声音，那么回去我就把这个耳机扔了，好不好？然后买个新耳机，好吧？来，咱们继续。冲完以后，看啊，松右胯，领右手手腕，走，旋不动了，好，重心正好移到左腿，压腕外旋，压腕外旋，所以你这个手腕怎么转？先逆旋，然后压腕转外旋，腰裆的旋转带着这个动作走，旋，重心回来，你看正好重心左腿的时候，手腕领过来，领到你的脸前面，然后蹬腿旋转的时候，啪再领出去。那所以说这个力怎么发？是不是随着身法一动，随着身法一动走1、2、3，对不对？我做的比较夸张啊，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小的小圆，走，啪，这个力量就发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不是很多人不会画这个圈吗？哎，今天就教大家怎么画这个圈，老简单了，真的老简单了。所以说找着方法要比任何的动作都重要。看好身法的移动，向右转，挑腕，那正好重心要左转左移的时候转不动了，怎么办？挑，把手腕压下去，把手腕领出来，这手腕亮到自己身前了，对不对？然后旋腰转胯，哎，出，是不是正好是一个翻转的一个出？那么这个过程是不是就成了1、2、3？明显一点，1、2、3。所以说
动作的配合和身法的配合是不是一下就简单了？画面也不动，我绝望了，我的天呀，我绝望了。为什么信号这么不好啊？绝望，绝望。啊，今天可能是我的不幸的一天。走1、2，看到没有？3，明白了吧？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吧？特别简单的一种旋腕，很多老师旋不成。来，从正面再看一下，啪打出去了，对不对？好，松右胯啊，看到没有？1、2、3，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手腕旋虽然难，但是它不是没有方法。掌握到方法，你这个手腕随着身法唰，噔就出来了。好，那么来刷新一下直播间，老师们刷新一下直播间。好，打完这个之后，来带上左手啊，这会儿带上左手，看看从这个方向左手是怎么动的。打完以后，对不对？走1、2，看到没有？同时内收，你看是不是？重心左腿同时收进来。3，当旋腰转胯进行发力。所以动作上面，左手就是被领进来的，一领唰合进来。右手手腕就是以身体领了一个小圆，把这个小圆的这样的一个身法给它带到手腕上。所以说咱们结合到一起，打完之后，重心右腿走啊，1合住，看到没有？手腕对着身体中线，走旋腰转胯，发力，护心拳的一种发力也是拧裆旋胯。这个动作的重点只有一个旋腕，只要你学会怎么转了，那么这个动作也就直接就出来了。这网怎么回事？哎呦天呀，这个人愁死。好，来，那么咱们继续把这两个动作连起来。好，到这儿以后，冲拳，好，1外旋，2收进来，3发力，好，换个方向，走，打完之后，重心右腿，好，1、2、3，明白了吧？好，来把前面那个乐步给大家加上，尽全力给大家打一下。好，打完以后收，跳，落，走。哎，不好意思，打错了。收，走，握拳，走，领，出来。所以身法的旋转，把这个圆领出来。在这样呢，给大家说的这个小，不平肘，老师不平肘，LXM 老师不平肘，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地方给大家再去讲这个动作，大家会翻碗了吧？已经会翻了吧？好，那么来加上第二个细节，这个动作没有讲完呢。好，咱们这个拳是不是到这儿了，对不对？既然已经学会翻碗了，那么咱们说了，身体右转的时候是不是要向下松沉，对不对？那我们要加上什么样的劲儿？松右胯下沉。那下沉的时候是不是以身领手？下沉的同时会形成一种射身的感觉。走，松下来，然后走，在进行旋腕的时候，腰当转回来，走，再出去。所以说这里边的小劲儿就比较复杂了。旋转肘的时候千万不能平肘，压腕不能平肘，肘永远都是沉肩的，不能往下掉，不能往上挑，不能平，不要平。来，从这个方向看一下。好，虚住啊，走，合住啊，啪，震完，对不对？走1，看下沉，沉完之后走领啊，出来的这个劲儿，领的时候怎么办？下旋，所以说这个身法
大家是不是很多人都迷糊了？到底怎么办？其实就是多了一个啥？我们身法在下沉的时候是不是要下来，然后再去走动作？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在旋的时候不要光去转手腕了，因为我们身法在松右胯下沉的时候有一个，对不对？拉右手一拉一沉走啊，这样的动作。所以说，所以说动作在迷惑的时候去找咱们腰当胯的问题。腰当胯为什么说要先松沉，对不对？你看定住以后松沉怎么松？一松右胯身体是不是会右转，对不对？你随着松右胯的这个力量，你的手是不是要下沉合回来再出去？所以说慢慢去找感觉。那么还有的老师呢，给大家这样说一下，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说的是我的一个练习方法，是直接用了这种松沉的旋转给它发出去的。那么还有一种练法，不是说分这个对不对啊，不是说分对不对，而是说这样给大家说，练习方法有很多种，我给大家讲的是我的练习方法。那么还有一种老师练习方法，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方法，看好，就是他们会把这个力量回一下，都打完1、2，然后再去旋3，就是多了一个动作，多了一个什么？就是我给大家说的是一下沉唰一拧一缠直接就上来了，对不对？但是还有的动作呢，也是大部分老师的动作，就是分解以后打上去走，1下来拉下来，然后2再冲上去，然后再旋回来，然后再啪发力。这个动作和我刚才讲的动作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我把这两个劲路连在一起了，我并没有把这个劲路去它再回来再这样去转，而是一步到位，嘣，直接出来的。所以在这儿给大家说了，我的那个练习方法呢，需要大家在练习新架的时候时间久了再去体会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如果说不习惯了，可以这样，打出去以后先收回去，再打上来，然后走旋合住，再去走动作，把动作分解开，细节的一个一个，一点一点的一步到位，明白了吧？好，那么这个就是护心拳。下一个动作，护心拳之后，这个动作是一个新动作，那很多老师好像应该是没有接触过。好，从正面看一下，护心拳结束之后，松右胯，双拳由拳变掌，左顺右逆，双掌相合，左手合于右肘之下，右掌合于左肘之上。然后当走后弧移重心，扣脚尖，左手领腕上升，右手逆缠按掌，扣脚尖，点脚根部，顺势拉开，还原定式。这个动作呢，它有点像杨式当中的一些手挥琵琶容易断片好，行，那我给咱们一口气讲完，我以为说什么呢？好，来再来看一次护心拳。好，松右胯下沉，双拳由拳变掌，右逆左顺，合于身体中线。当走后弧移重心，扣右脚脚尖，领左手手腕上升，右手逆缠按掌下沉，点脚根部顺势拉开，右脚虚步前点，左手拉在左太阳穴上方外侧，右手按于右侧腰胯间，左手掌心朝内，右手掌心朝下。这个动作是新架里的一种白鹅亮翅的另一种展现，但是一定要记住这大家看竞技里边的动作很多这样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动作，对不对？这是一种竞技当中的身法，但是竞技当中的身法就是从咱们传统套路当中提取的，那提取的是哪个动作？提的就是这个动作。所以说在这儿大家要把这个动作做到啥呢？优美。从这儿看一下护心拳，走松右胯下沉，合手，移动重心，领手腕，扣脚尖，这时候左手与右脚形成相合，扣脚，点脚根部，上下拉开，下沉还原定式，拉出来。好，这个方向再看一下护心拳。好，1下沉，2移动重心，扣脚尖，点脚收步，
还原定势。这个手掌不要立掌，它的这个手就是一个上下拉开，左掌朝内，右掌朝下的动作，它可不是朝外的，朝内的，朝内的。好，再看一下，走护心拳，1、2，扣脚，3、4，下沉，明白了吧？好，再看一下，从这个方向走，1、2，扣脚，3、4，回正。好，这个动作它是一个新动作，好多老师没有接触过。这个动作你可以解释成左手的白额亮翅，但是它跟左手的白额亮翅身法上很相像，但是手法上是不同的。左手是一种领腕上升的动作，手腕要放松，领起来，右手放下去，沉住，沉住，重心在左腿，右脚前脚脚尖踏地。这个就是动作的细节，它就是一个左边的白额亮翅，但是左边的白额亮翅不再是手掌朝前了，而是手掌朝内，大指轻轻领进，大指轻轻领进，领起来，放松下沉，身体微向右转，松胯屈膝下降。所以这个动作大家的细节不用注意太多，给它理解成右侧的这个白额亮翅就行了。三公主老师还不着急呢，还没有教完呢，今天给大家说了，动作老长了。如果今天讲不完，那么咱们就把动作给大家连起来，好不好？好，下一个动作要跳起来做斜行，合住打开。好，这个地方也是教大家细节，这个动作可跳可不跳，领起来之后，好，领左掌向上上升，腰裆胯领进，以腰裆为轴，1，领上去，然后右手顺势走逆缠下弧线画圆，都是腰裆在带，左手顺势随着腰裆的动作向上去领，把这个圆画起来，画得越来越大。这个动作这给大家说了，这个劲儿是这么个劲儿，不是动作是这样啊。好，拉开以后看啊，领手相接，正脚开步，形成了下一个斜行的预备式。所以这个动作呢，再看一遍，走，好，领左手大指领进，向上去引领你的身体上升，右手掌根领进，向自己的身体右侧由下弧转上弧画圆，两个手同时走，领左胯上升，好，下沉领右手画圆，接手提右膝，身体左手拨出去，右手合于中线，正脚开步对拉，斜行预备。好，今天呢咱们就不讲那个煞腰压肘拳了，太多了，大家记不住了。我感觉我讲的也太多了，重点太多了，害怕大家记不住。咱们今天就讲到斜行，好不好？排课的时候可能出了点问题，我觉得这些发力都挺短的，觉得能教大家很快，但是发现发力的细节太多了。好，再看一次，走，1，领手腕，左手大指领进上升，右手掌根领进画圆，身体随着腰胯的带动，左手上引，右手由下向上走平圆相接。好，再看一次，走，1，好，接手提右膝，左手掌心朝外，右手掌心立掌中线，正脚开步对拉，左手掌心朝内，右手掌心朝外，拉出斜行的动作。好，再看一次，走，好，1、2、3，这样的一种身法。好，那么我们把动作连起来，跳起来。好，拉开之后，走，领，跳，身法就形成了一种跃步的动作。好，再看一下，领手的时候，身法上升，提右膝的过程。好，跳，开步，手由左向右进行摆掌，然后下沉相合，动作就比较难。
所以说今天讲不了那么多，知道吧？我也觉得太多了，容易塞不下。走零手，好，1、2、3，开步，定式，左脚脚后跟迅速落地，松胯下沉。好，来再看一下，从这边，好，1、2、3，落地。好，来，最后一个动作，简单，没有那么难。来到这儿以后，合住，我们的手是不是搭了一个左微上右微下的动作？好，松左胯，身体微向左转，把小劲儿转出来。好，左手往左领，右手往左手往左，右手也向左，合于中线。好，迅速松右胯，再把手再带回来，腰胯上的动作，走，松左，左手领，右手合，松右，右手摆，左手合，形成这样，哎，身法的左右转动，让你的两个手随着腰胯的左右摆动，来回左右摆动，明白了吧？这个地方千万不要乱动腿啊，不要乱动腿。所以这个也是个小细节，把这儿定住之后啊，1、2，出来的一个这样的手势。好，那么来咱们把这个最后的动作讲完，就是一个斜行，斜行把劲儿给它弄成小弧线了。合住之后走，左边右边，合完掌之后，看好，再给大家看一下，走左边右边，然后右手顺势顺缠上领，指上去，左手合于身前中线。好，蹲松胯下沉，把这个腰胯沉到像缺地龙一样，要有弹性，不能完全坐实，要有弹性，把膝盖撑起来。好，合住，一样是合劲儿，合住，然后走，直接蹬腿，当走后弧移重心，左手变勾手，沿着膝盖内侧颠起来。这时候你身体是平面啊，一定是平面，不是侧面。好，右手随着松左胯向内相合，顺势打开，然后以左脚实腿腰胯打开的旋转，打开右手还原定式，重心在左腿，重心在左腿，左手勾手，右手掌，重心在左腿，定式，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动作大家很多以为还是像老架的斜行一样，把重心放在右腿，这个重心在左腿，左腿。手竞技里面有一个动作是这样的，左手会高一点，传统里面咱们传统的新加二路还是一样高，拉开定式还是一样高的。好，再看一下，主要就是这个小劲儿领的比较烦人。合住以后，走，1向左摆掌，2向右摆掌。好，下沉，右手顺缠上领，左手下降合于胸前。好，蹬右腿的同时，折叠右手，推掌相合，蹬腿移重心，左手变勾手，沿膝盖内侧颠起来。好，右手沿胸前中线小臂内，左手手臂内侧，随左胯的开合打开外摆掌，下沉相合，明白了吗？这是个大身法。好，这个方向再看一下。走，好，斜行走，摆掌，左摆掌，右摆掌，下，好，推相合，颠起来，打开，定式下沉。这个地方左手的勾手与右手的手掌还是形成咱老架经常说的上下相照，周身相合，左手与左脚，右手与右脚，左肘与左膝，右肘与右膝，不要变换位置，不要变换位置。好，再看一遍，今天咱们就到斜行这儿，再多了大家估计记不住了，也时间也不够了。好，合住，走，1左摆掌，2右摆掌，松右胯，下沉，走推，颠起来，
推出去，定式下沉。好，来，这就是今天学的这一连串的动作，但是咱知道了楔形，少了个下腰压肘拳，少了个下腰压肘拳。那么咱们把今天所学的这么多的发力和跳跃连起来给大家做一下，大家一定要课下多去勤加练习，因为新加二路特别要求大家的身法要灵活。然后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连起来慢做，然后大家去看着视频去模仿动作。走，打完以后，哦对，从这儿单边我慢一点，走，下，合腰间，起，发力，啪，起，发力，啪，好，落，1、2，收腿变掌，跳步，开，好，转身握拳相合，转，好，下，上，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蓄力相合，翻拳发力，好，合肘松右胯相合，收，定住，走领，跳，开步，走左，右，下沉，好推，编起来，推出去，定式，好收。好，这就是咱们今天学的动作，动作内容特别多，然后我也觉得今天这个发力啊，当时我可能是编排的时候有问题了，脑子抽抽的，想到发力的动作都很短，然后一下加了这么多，然后发现一讲细节的时候，哎，这细节叠起来是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好，那么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课程的最大的反应就是网络不好，断断续续的，然后声音也很卡，然后这个问题呢，我咱们先留住，然后下一堂课的时候，咱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如果说大家看回放的时候，声音还是断断续续的，画面还是一卡一卡的，那么我就把这个耳机换了，咱们就不用了，好不好？如果说画质、声音都没有问题，那可能是今天的网络不太好，然后导致大家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是一卡一卡的，是我这边的问题。然后我想办法这边网络给它调整一下。那么今天的学习内容呢就这么多，但是内容还是很多了，所以我有点后悔给大家编排那么多动作。后边还有一个下腰压肘拳，这个光发力的这个点，想要正好脚的这个点就特别多，所以说也是怪我了，排课的时候可能给大家编排了，光想着发力的动作很简单，然后后来一想一讲，发现哎呦我的妈呀，想要大家注意的细节太多了，所以说下一节课咱们欠大家一个下腰压肘拳，然后井栏直入、风扫梅花、金刚倒退。下一节课呢3个动作它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咱们这一节课已经讲了双震脚的要领了，对不对？下一节课呢主要就是2个双震脚，一个双震脚，所以说咱们讲的时候就可以简单一点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课程内容就先到这里，太多了，然后大家课下的时候去拉一下回放，如果回放也卡，及时反映给咱们的这边工作人员，然后他联系我，然后我下次就换设备了，好不好？好，那么今天也辛苦大家了，今天的动作比较难，也挺难为人的。下课的时候课下多练练，动作想要练得好看，那么一定要把自己的腰裆胯练活。然后最后呢，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新加二度的讲解，能听得懂，能把东西学会一个框架，能练会这个外表的话，大家多多支持，点点赞，点点小心心。然后喜欢我的课的话，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小黄车，然后购买一下我的新加二度的课程。好，那么今天辛苦大家了，拜拜。嘿嘿，不好意思了。好，老师们再见。
告诉他已经购买课程也不看。老师，你直接艾特他，艾特他，他不是理你了吗？哦，他没有说话吗？这个我给你看看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到时候你课下的时候，直接从盛世太极里面那个客服的那个界面去联系他，他可能这会儿开会呢，开会呢。行了，老师今天就到这里吧，然后再见了，老师，老师们再见。嘿嘿，哦，卡卡卡，我好烦啊，好卡呀。